华为手机重回中国第一的消息，最近在大陆网络上炒得热热闹闹。紧接着，小米创办人雷军发微博庆祝10年后小米手机重回中国市场第一。这不仅让一众网友懵了，怎么有两个第一？到底谁是真第一？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IDC 和 Canalys 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小米以1330万台名列中国一季度出货量第一名，华为以1300万台位列第二。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则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华为以19.4%的份额排名中国销量榜首。vivo 以17%排名第二，小米以16.6%排第三。原来华为和小米一个是销量第一，一个是出货量第一。那么到底哪个口径更有参考价值？出货量反映的是厂商的铺货速度和销售渠道掌控力，但也有局限。例如，厂商为冲季度目标向经销商压货，出货量虽高，但经销商库存积压，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需求。销量直接体现消费者购买行为，但销量的局限在于统计周期可能滞后，且难以覆盖所有渠道。例如，线下小店资料采集困难。如果结合出货量和销量两个口径来看小米和华为的第一之争的含金量，有经销商表示，小米手机线上线下统一价格的策略，叠加国家补贴后，经销商利润有保障，经销商囤货意愿强。雷军个人为汽车产品增加热度，小米品牌热度提升，也带动了手机等产品的销售，最大化地利用了国补。但小米销量增速低于出货量增速，说明部分手机积压在销售渠道中，这也意味着还需在第二季度观察是否转化为实际需求，以及警惕未来去库存的压力。相比之下，华为销量增速远超出货量，相对更健康。在中国前5大手机厂商中，2025年第一季，苹果出货量和销量都排名第5。核心原因是中共国补政策规定，1月20日起，购买6000元以下的手机、平板、可穿戴装置、智能家居和新建等，每件补贴比例15%，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不限国产进口，线上线下。而苹果官方90%机型定价超过6000元，无缘国补。但最惨的还是国产小厂，有了国补，消费者换手机更认大品牌，所以5大手机品牌之外的其他手机厂商的整体出货量暴跌7%，市占率从上一季的23%降到20%。在国际市场上，出货量资料显示，三星以微弱优势超越苹果，重回第一。这一季，三星通过高端机型巩固品牌溢价，同时靠终端产品抢占份额。不过 ，Counterpoint 认为，三星在部分新兴市场的增速不及苹果，还强调苹果实际销量仍是第一。今年第一季，苹果为了关税避险，提前向美国及其他市场大量发货，以及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疲软，扩张印度、中东等新兴市场，整体出货量增幅达到10%，创历史新高。三星用高端守门加终端扫货的机海战术重返第一。苹果靠激进备货加布局新兴市场闷声发大财的同时，中国国产厂商只能在三星的机海、苹果的生态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目前，中国手机厂商出海最成功的是小米，但2025年第一季，小米在全球市场的增幅仅为2.5%。主要的增长源还是中国市场的国补政策直接刺激了终端机的销售。
在东南亚市场仍稳定在第3名。子品牌 POCO 在非洲市场和传音贴身肉搏，在拉美市场则通过和本土电商合作抢占中低端份额。而在之前的基本盘印度市场，小米出货量降到400万部，同比下滑了38%，市场排名第3。OPPO 主品牌重点运营印尼、菲律宾等区域。vivo 靠中低端机型和促销策略在印度市场拿到第1。整体看全球手机市场，需求侧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增长放缓；供给侧因为关税博弈倒逼厂商提前出货，但头部厂商的竞争核心不变，仍然是高端市场决定利润，新兴市场决定规模。在新兴市场争夺中，除了价格战，还能靠什么？近年的华为逐步从智能手机品牌转型为人工智能技术供应商。由于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杀，高端芯片被禁止卖到中国，使得不少中国公司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导致其市场需求持续飙升。几天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与英伟达高管们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会上重点讨论了华为等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进展。随后，在与媒体的简短会面中，黄仁勋呼吁川普政府改变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规定，认为美国对其芯片的出口限制可能反而令华为等在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崛起，填补英伟达留下的市场空白，甚至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市场份额。黄仁勋还强调，中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的强大对手，并特别提到了华为。他说：中国并不落后于我们，中国在我们前面吗？中国紧跟在我们后面，与我们非常非常接近。早前，英伟达为了符合拜登政府的监管规定，而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芯片，今年4月被川普政府列入受管制名单，这使该公司第1季度损失55亿美元的收入。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数位未具名消息人士透露，并经该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及卫星照片证实，华为在其总部所在地深圳观澜共兴建3座工厂。根据该报取得的卫星图像，这3座工厂在2022年动工后进展飞快，其中1座将由华为直接经手，可能用来生产该公司用于智能手机与升腾人工智能处理器的7纳米芯片。这也是华为首度尝试自行制造高阶芯片，该厂预料最快可于明年投产。其余2座工厂已于2024年完工，由芯片设备商新凯来与记忆体芯片制造商升维旭运营。这2家公司都是新创公司，但工厂所有权仍属华为。华为否认了与这2家新创公司的关系，但业界人士表示，华为派遣管理与技术团队向这2家公司提供初期支持，且协助募资，在特定情况下还转移技术。这种紧密关系让中共国家基金也跟着有信心投资这2家公司，让他们的芯片生产技术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就可自立门户。华为的目标是要发展出能替代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荷兰芯片设备大厂阿斯麦、韩国芯片大厂 SK 海力士以及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等企业的技术。尽管华为在芯片设计领域具备一定实力，但外界对其进军半导体制造领域仍持观望态度。分析人士指出，相较于台积电与阿斯麦等国际晶圆代工与设备制造巨头，
华为在生产环节的经验仍相对有限。一位芯片投资人直言，这确实是一个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庞大项目，但中国也有许多耕耘数十年的竞争者，至今仍无法与阿斯麦和台积电匹敌。华尔街日报4月底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为准备测试旗下最新最强大的 AI 芯片升腾 910D， 直接对标英伟达部分较高阶的 AI 绘图处理器。消息人士透露，华为期望最新一代升腾 AI 处理器的性能能超越英伟达2022年释出的热门 AI 训练芯片 H100。华为之前几代的升腾 AI 处理器分别是 910B 及 910C。910C 虽号称能媲美英伟达 H100，但用过这两款 AI 芯片的工程师直指，华为芯片的效能依旧不如对手。路透社4月21日曾独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为的 910C 仅在架构方面演进，技术上并无革新，主要是将两颗 910B 处理器连接在一起，借此让运算效能跟上 H100。根据消息，华为去年底就将 910C 的样本分送数家科技企业，并开始接受订单。其中一部分的重要元件是以中芯国际的 N+2 7纳米制程打造，但良率偏低。消息并显示 910C GPU 使用的部分半导体元件是由台积电为中国芯片设计商算能科技代工的。美国商务部一直在调查台积电为算能代工是否违反华盛顿当局的芯片出口管制。美国智库兰德旗下科技安全与政策中心研究员伦纳特·海姆指出，台积电近几年为算能代工近300万片芯片，这些芯片最终很可能流到华为手里。路透社5月5日报道，伊利诺州民主党众议员福斯特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提出法案，推动美国政府在两方面制定规范：一是建立追踪机制，确保芯片仅流向出口许可批准的地区；二是阻止未获得合法许可的芯片被启用。这项提案已获得两党议员普遍支持，将赋予美国商务部6个月时间拟定相关法规。福斯特是曾参与多款计算芯片设计的物理学家，他指出，目前已有可行技术能追踪芯片定位，部分功能已嵌入英伟达芯片本身。路透社采访的独立技术专家也证实，这类技术已经具备。英伟达的 H100 GPU 在2023年至2024年主导 AI 数据中心芯片市场，而新一代 GB300 GPU 在特定配置下推理性能较 H100 提升50倍，为开发下一代推理模型提供关键支持。此类模型通过延长思考时间减少错误，但对算力需求激增。黄仁勋指出，所需算力可达传统模型的100倍。预计2026年推出的 Rubin GPU 将进一步将算力提升3.3倍，推动更复杂 AI 模型的发展。Meta、微软、Alphabet 和亚马逊这4大英伟达 AI 芯片的核心采购方，在最新财报中明确2025年资本支出计划。Meta 将支出预期由原来的600亿至650亿上调至640亿至720亿美元。微软截至2025年6月的财年维持800亿美元预算， Alphabet 保持750亿美元不变，亚马逊预计投入约1050亿美元。英伟达2025财年数据中心营收达1152亿美元，同比激增142%。黄仁勋预测，随着推理模型推动算力需求，
全球数据中心年支出到2028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